大家好，欢迎来到学识 Plus。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铃木佑先生所著的《不老长寿的方法》这本书。这本书汇集了作者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发表的抗衰老研究与文章中的精华内容，参考了约3000篇权威文献，并向哈佛大学等顶尖机构的专家征求意见，筛选出科学有效且平衡的抗衰老技巧。因此，读者可以放心实践书中介绍的方法。世界上真的存在着既拥有年轻心态又保持健康身体的人。虽然多数国家的健康寿命大约停留在70岁左右，但有些人即使到了100岁，依然活力充沛。他们能自由行走、弹奏乐器、进行复杂思考。这些人生活在哪里呢？答案是意大利的撒丁岛。撒丁岛是世界上100岁老人比例最高的地区之一，那里的100岁老人数量是一般发达国家的10倍以上。本书正是希望从这些长寿者的生活中学习，结合现代科学研究，深入探讨延缓衰老的关键。通过观察那些拥有超越常识的年轻心态的人们的生活方式，我们可以最大限度地激发身心潜力，享受真正意义上的健康长寿。令人欣慰的是，过去10几年间，人类在抗衰老研究领域取得了巨大突破，逐步揭示了保持外表与内在年轻的核心要素。虽然衰老是所有生命无法避免的自然规律，但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完全可以像调回时钟那样，让身体与精神重新焕发青春。这是不是听起来非常令人期待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深入探索本书的核心内容，揭开保持年轻与长寿的科学秘密吧。首先，让我们来看看理论部分中对在痛苦与恢复的周期中实现年轻化这一原理的解释。当我们谈到变年轻或延长寿命时，很多人脑中首先浮现的可能是各种具体做法，例如健康饮食、皮肤护理、改善生活习惯、放松身心等等。确实，如今世界上存在着数不清的抗衰老方法，每天都有新的技术被推出，只要稍微在网络上搜索，就能看到海量的信息。然而，正因为信息太多，人们往往会陷入混乱，不知道哪些方法真正有效，哪些只是噱头。要在这片信息海洋中找到真正有科学依据的答案，首先，我们必须理解一个根本问题：我们的身体到底是如何实现年轻化的？因此，在进入实际操作和方法之前，本书首先带领我们了解抗衰老的基本思维方式。作者指出，如果从数以千计的数据与实验结果中筛选出确实有效的抗衰老方法，会发现它们背后其实共享着同一个关键原则。换句话说，无论形式多么不同，真正有效的年轻化方法都有一个共同的逻辑。市面上很多书籍往往只是罗列做什么，比如吃什么食物、用什么护肤品、做什么运动。而这本书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深入讲解了为什么，也就是抗衰老的根本机制。如果能理解这个核心原理，我们就能在庞杂的信息中自我判断，分辨哪些是虚假的宣传，哪些才是真正有科学依据的做法。根据作者的研究，真正的抗衰老原理可以归纳为以下3个阶段：一、故意给身心施加一定的负荷或压力的阶段，也就是有意识地制造微小的伤害或刺激，让身体启动自我修复的机制；二、彻底恢复、修复受到刺激的身心阶段，通过休息、营养和恢复过程，让身体得到充分修复与强化；三、反复循环痛苦与恢复的阶段，持续交替地进行负荷与恢复，身体就会不断重建、优化，从而实现真正的年轻化。也就是说，抗衰老的关键并不在于逃避压力，而在于巧妙地管理压力与恢复的节奏。掌握了这个原则，就能在纷繁复杂的信息中保持方向，不再被各种流行的快速变年轻法所迷惑。接下来，我们将更深入地探讨刚才提到的3个阶段中的第1个阶段，有意识地给自己的身心施加适度的伤害。德国哲学家尼采有句名言：凡是不能杀死你的，最终都会让你更强。
这句话简洁地揭示了人类恢复力机制的本质。适度的压力与痛苦是促使成长与重生的契机。举个生活中的例子，也许您曾在学生时代被前辈严厉斥责，也许您在工作中遭遇了挫折或失败。这些经历虽然当时令人痛苦，但回过头看，它们让您变得更坚韧、更有耐性，也促使您在心理上完成了成长。当然，像权力滥用或恶意伤害这样的极端痛苦是不可取的，但适度的痛苦却是激发成长与再生的关键。最典型的例子便是运动。当我们进行肌肉训练时，会有意地给身体增加负荷，让肌纤维产生微小的破坏。随后，在修复过程中，肌肉变得更强、更有弹性。桑拿也遵循同样的原理，通过让身体承受短暂的高温压力，促进血液循环与心血管功能的提升。这种微刺激反而激活了身体的修复机制。不仅是身体，精神也需要适度的负荷来成长。2018年，剑桥大学等研究团队对学生进行了研究，发现那些经历过较多负面事件的学生，在记忆力和注意力等认知能力方面表现更佳。研究指出，虽然严重的创伤会引发 PTSD 等问题，但适度的不愉快经历有助于增强大脑的灵活性与认知控制能力。这种现象在心理学中被称为创伤后成长。换句话说，经历困难的人往往会因此拥有更强的心理恢复力与适应能力。因此，当我们在人生中遇到挫折或痛苦时，不妨将其视为一种大脑训练，是让身心变得更坚强的成长课题。我们的潜在恢复力往往在痛苦中被唤醒。当我们主动、理智地给身心制造微小的负荷时，就为下一步的修复与再生做好了准备。接下来是第二阶段，彻底恢复受到伤害的身心的阶段。有句格言说，对训练严格要求，但对休息更要严格要求。这句话在体育界广为人知。锻炼身体需要严格的训练，但恢复阶段同样重要。对于抗衰老来说，痛苦是必须的，但若长时间处于紧张状态，会影响身心健康。要将痛苦转化为年轻的力量。恢复阶段至关重要，比如在健身训练后给肌肉充分的休息时间，才能促使肌肉增长。想要成长或年轻，必须经历痛苦后的恢复阶段。例如，对于有效的抗衰老运动，可以简单概括为：运动等于训练加休息。谈及运动，许多人通常只专注于训练方法，比如针对脂肪燃烧的练习和正确的姿势等。但是有多少人真正深入思考过正确休息的重要性呢？研究表明，像天才和顶尖选手这样的人更加重视充分休息的重要性。他们充分认识到正确休息的价值。突然被告知要休息可能会有些困难，因此让我们掌握正确的休息方法吧。正确的休息方法可以分为以下3个步骤：一、明确休息的目标；二、确定达成目标所需的休息方式；三、务必按确定的计划休息。休息的目的可以是任何事情，比如为了肌肉增长而休息，或者是忘记工作，等待大脑的灵感。请选择适合您生活方式的内容。关键在于，当有空闲时要学会休息。这并不是临时抱佛脚式的随意休息，而是根据预先制定的计划，有目的地进行充分休息。这才是彻底休息的真正含义。如果一直想着有时间就休息，或者工作一段落就休息，最终可能无法真正休息。因此，需要预先规划休息时间。这种态度能够培养我们的控制感，进而确保身心的彻底恢复。这和在抗衰老中，痛苦和恢复的重要性是完全相同的，缺一不可，否则无法实现身心的年轻化。简单来说，痛苦和恢复各自有着以下作用：一、痛苦启动年轻化系统；二、恢复使年轻化系统得以执行。仅凭痛苦的刺激并不能增强身心，必须持续进行正确的恢复阶段，否则年轻化系统不会启动。可以说，痛苦和恢复是抗衰老的双轮驱动。
要注意不要偏重其中一方，而应该保持平衡。最后是第3阶段，循环进行痛苦与恢复的阶段。刚才我们解说了，在抗衰老过程中，给自己带来痛苦，并在之后恢复的过程至关重要。通过这种反复的恢复阶段，我们才能实现年轻化。实际上，就像我们之前提到的撒丁岛长寿村的例子一样，他们每天都进行适度的痛苦和恢复循环，通过不断挑战生活的苦难，他们保持了惊人的身心健康。换言之，如果要用一句话概括本书关于抗衰老的要点，那就是为了使您的心灵和身体年轻，适当量的痛苦是必须的，同时彻底的恢复也是不可或缺的。通过这2个阶段的往复，将会产生正向的循环，您的衰老速度也会变得更慢。然而，问题在于很少有人能够正确实践痛苦和恢复的往复，需要逐渐增加正常量并提升基线，这是必要的。痛苦和恢复都需要适度，超出这个范围会导致压力过大或者刺激不足的状态。不论是哪种情况，都可能导致加速身体的老化速度。合适的痛苦量因个人生活方式和遗传基因而有很大不同，没有所谓的完美标准，需要找到适合自己的最佳痛苦和恢复水平，这需要一定的努力和调整。到此为止，我们已经掌握了成长与抗衰老的核心机制，那就是通过反复的痛苦恢复循环，让身体持续自我修复、重建与进化。许多人以前只知道成长需要经历痛苦与恢复，却没想到这种机制同样适用于抗衰老。理解这一点，不仅能帮助我们延缓衰老、保持年轻，更能让我们学会与身体、与时间和平共处。这确实是让人耳目一新的发现，也是一种值得终生实践的智慧。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内容。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